最近我到台湾啊，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，叫做番石榴。其实呢，台湾人把它叫做芭乐。它看上去有点像梨，外皮是绿色的，内部的肉质呢有白色和粉红色不等，里面还有一些种子，吃起来啊酸中带甜。其实呢，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水果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它的营养成分，怎么样选择。那么什么样的人在吃芭乐的时候呢，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。我是杨医师。我们首先来看看芭乐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。首先，它就是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。维生素 C 啊，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，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，也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啊，防止我们身体呢受到过多的自由基的伤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富含膳食纤维。这种膳食纤维啊，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的健康，改善消化功能，也能帮助我们维持血糖和胆固醇的稳定。另外，它就含有维生素 A。这维生素 A 啊，对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健康都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我们的视觉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另外，它富含钾啊，钾能够帮助调节心率、调节血压，同时呢，也支持我们正常的神经和肌肉的功能。另外，芭乐里面还含有其他的抗氧化剂啊，比如番茄红素、类黄酮、贝塔胡萝卜素啊，这些成分呢都能够减少炎症，对抗慢性疾病。对怀孕的妇女来说，它也很重要，因为它富含叶酸。叶酸呢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，对胎儿的脑部和脊髓的发育至关重要。另外呢，它含有镁和铜，这两种矿物质对我们的骨骼健康、神经系统和整体的代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么我们在选择芭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？第一，要注意外观，这个外皮均匀、颜色鲜明很重要。比较成熟的芭乐，它外面是麻麻的，有点偏黄，那不是因为坏了，而是因为它比较成熟。另外呢，手感啊，你压起来要稍微软一点，但不能太软。如果太硬的话，可能是没有太熟。另外，成熟的这个芭乐啊，闻起来是很香的啊，所以呢，你能够闻到一种清新的水果香味儿。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你就知道这个芭乐呢已经成熟了。另外，这个比较熟的芭乐它偏重一些，因为它含水分比较多嘛。还有，你就检查一下芭乐的这个蒂部，就是果和柄连接的地方。成熟的芭乐蒂部呢，应该比较干燥，而且容易呢与这个果实分开。所以选购的时候啊，你基本上要选择适当成熟的芭乐。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芭乐啊，不能跟这个吃那个吃，有些有根据，有些也没有太多的根据。最重要的是跟个体的状况有关系。一般来讲啊，芭乐跟一些海鲜像虾啊、蟹啊同时吃呢，可能会引起不适，因为它们两者啊对胃肠道都有一点点影响，特别是那些对海鲜过敏的人。第二呢，就是柿子，因为柿子和芭乐呀，它都含有比较高的淀粉酶抑制剂和单宁酸啊，会增加腹部不舒服的风险。另外就是牛奶和乳制品，因为芭乐含有丰富的植酸和维生素 C， 它跟牛奶和乳制品同时使用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影响钙质的吸收。但很多呢都是民间的说法啊，不一定有什么科学的根据。最重要的是你要根据自己的体验，那么和对食物的敏感性来判断。有些人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啊，比如说糖尿病患者，芭乐啊它含有天然的果糖，糖分呢也相对比较高，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你在吃的时候你要注意分量。另外就是药物的相互作用，因为芭乐里面含比较多的维生素 K，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抗凝血药的作用。另外呢，就是消化系统非常敏感的人，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啊，如果一个人肠胃敏感，容易便秘或者腹泻，那么可能会加重它的症状。对芭乐过敏的人不多啊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。如果出现皮疹、瘙痒和呼吸困难的，那你千万就不要去碰它。还有就是肾病患者啊，咱们在台湾的肾病患者很多，为什么那么多呢？以后我们再去深入的探讨。因为芭乐含有比较高的钾啊，对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讲呢，
过多钾的食入会增加它的健康风险。不管怎么样嘛，芭乐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美味健康的食品。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和体验，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端倪世界守护健康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